我觉得现在台湾在阿富汗事变上之后成为中共新战的一个窗口。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不是阿富汗，这样讲还不够的。为什么呢？还需要回答说为什么台湾不是阿富汗？我觉得这个台湾不是阿富汗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中美冷战不同于美苏冷战，这一点也是那些帮中共说话的人永远在逃避的一个大背景。他们不肯谈中美冷战，假装不知道这个现实。那么台湾在中美冷战当中对美国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那么我们以前谈过，中共去年上半年点燃了中美冷战，那么这种局面下，中共寄予台湾的战略目的就不再是中共在宣传上传统的那种口号叫要统一，不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中共现在威胁台湾是它升级中美冷战的两大步骤之一，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强行占领南海的国际水域，造人造岛来建军事基地。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只要中共不停止中美冷战，台湾就只能自强自保。也就是说，现在台湾面临的早就不是单纯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已经彻底过时了。现在是中共在中美冷战当中要夺取台湾，成为威胁美国的前进基地。那这一点我以前谈过，今天看来有必要再稍微分析一下。那么用中美冷战面对这种局面用上个世纪两岸关系那种简单陈旧的眼光来谈什么和与战，以为台湾是二选一，可以选出一个结果来，其实是蛮迂腐。这种简单陈旧的和与战的二选一，此时此刻谈和与战，台湾的和与战是和平还是战争？那么从中美冷战的视角看，无非就是讲说，现在是让中共夺取台湾的手段是和平进驻、驻军、占领台湾，还是武力攻台？但是对台湾来讲，往下再想一步，就应该明白，中共武力攻台在中美冷战的情况下和和平驻军最后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下一阶段台湾将成为中共对美国作战的前沿阵地。也就是说，如果弃守，结果仍然是战争；求和，最后换来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这只会帮中共把台湾拖进对美国的战争。所以从这方面看，台湾现在需要加强国防，备战才能止战，才能避免成为中共打击美国的一个出发阵地。那么很多人一想到中美冷战，就想到说，哎呦，韩战、越战，认为说台湾我们离中国大陆太近了所以有危险。其实我讲过这个事情，就21世纪红色大国和美国的冷战和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已经完全不同了。其中最大的不同不是地理位置远近的问题。现在红色大国在自己周边地区挑起局部战争，是不是对美国有威胁，也不单纯是一个考虑这种红色大国威胁周边国家有没有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效应有多大的问题。那么当年美国介入韩战和越战，当然主要是考量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这个世纪发生的冷战已经和俄国没关系了。现在是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但是呢，军事装备的这个进步已经完全改变了红色大国对美国军事威胁的方法。那么中美冷战当中，洲际飞弹的这种核威胁成了冷战当中军事对抗的主要手段，也同时呢，这个海军代替陆军成为威胁对方的主要军种。那海军和陆军是不一样的，陆军是在陆地上建立固定的阵地，在那里防守。那么海军是没有固定的防守阵地的，它只是有一个作战海区和一个后方港口，所以海军永远是在流动当中的，不存在防御。对海军来讲，进攻防御是同一回事。那么这样的话，21世纪红色大国和美国的冷战
它的概念和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时期的概念完全不同了。上个世纪美苏冷战是在红色大国的周边国家打地面战争，那今后中美冷战的重点在海上，这也有跟台湾这个是中美冷战当中美国必须考量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关系。为什么呢？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中共为什么要点燃中美冷战，它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人碰这个问题。仅仅是中共想用武力威胁下美国这种战术型的目标吗？当然不是。中共现在有比较明确的要把美军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挤走的这种战略意图。那么他目前威胁台湾，想夺取台湾，是试图夺取第一岛链，因为夺取了台湾才能够威胁这个日本还有住在日本的美军。那么中共现在大量部署的飞弹，就已经明确的说瞄准了冲绳的美军基地，它同样它可以瞄准东京附近的这个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基地，就是横须贺的有库茨卡的基地。那么中共同时现在也用远程导弹在瞄准关岛的美军基地，那是第二岛链的美军基地，而且公开已经中共在宣传说他的导弹正准备瞄准冲绳基地、关岛基地。那么看得出来，中共不只是在军事上，他要试图把美军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赶走，让他霸占这个地区，而且他在经济上也想整个支配西太平洋海区，满足他经济方面的资源需求。中国的这个中共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0月13号审议了的一个他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来的国防法修订草案。那么这个国防法修订草案特别添加了这样几句很简单的文字，但你一听就应该懂得什么意思。他说，中共的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进行全国战争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这说明什么？中共已经通过国防法修改，把反常的、把经济需要，就官方讲用的词叫做发展利益，列为实行战争总动员的理由。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非常值得警惕。这种战争借口让我们联想到大日本帝国当年侵略满洲、发动侵华战争，还有太平洋战争时用过的战略。当时日本有个用语叫做资源的非持有国，意思就是说日本本国的资源不足，他要加强实力，扩军备战，就必须从其他国家取得资源，因此他要发动战争是有理由的。那当年日本打太平洋战争主要就是为了夺取河属东印度的石油。那为什么说中共修改国防法跟日本人当年的这个大日本帝国的想法一样呢？中共现在虽然国土面积大，但实际上也已经开始部分进入大日本帝国当年那个资源紧张的状态。比方讲，中国特别需要扩军备战的时候的铁矿资源，因为钢铁是军备生产的粮食，它造大型军舰离不开钢铁，而且中国国内对钢铁需求也非常大。去年的中国的粗钢产量超过10亿吨，但是中国的钢铁工业已经陷入铁矿困局了。中国现在一共只有18个大中型铁矿，其中2个已经采光了，关掉了。那么其他铁矿的产量远远不够它的需要，必须大量进口铁矿石，特别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中国现在开采的铁矿当中，这个不少矿山的铁矿品位很低，产量有限，而且杂质非常多，影响钢铁的质量。那还有就是露天开采的很多铁矿，现在已经开到深入地下，就是从地面上挖到地下几百米深了，已经接近露天开采的极限。所以现在中共正在找替代办法。什么是替代办法？我下面介绍一下，简单说一说。中共最近正在澳大利亚周边国家设法投入几百亿美金，去租长期几十年、50年、70年去租小岛，做什么？准备建海军基地，干嘛？打仗。其中有一个岛就在澳大利亚北海岸100海里之外，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小岛，叫达鲁岛。现在已经初步签约了，中共的这个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地方政府签约，和他们中央政府也知道，
中共准备投入500亿澳元，就相当于大概这个300多亿美金，在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只有不过几平方公里。为什么？原因是中共要在那里建海军基地，建了以后干什么？它有可能是在想要将来能够控制澳大利亚周边海区，切断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联系，然后拿下澳大利亚，它就可以把澳大利亚丰富的铁矿石变成它自己的了。这个路数，这套做法，这个战略是从大日本帝国那里学来的。那么对美国而言，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只有当中共这个海军的这个战略核潜艇能够这个被美国发现控制住的时候，美国才能获得自己的国家安全。如果中共的战略核潜艇能够进入第一岛链之外，就是从台湾以东能够进入这个海区自由的活动，它就摆脱了美国反潜飞机的监测，就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随时的直接威胁。那么第一岛链和中国沿海之间的这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海水比较浅，所以美军的反潜飞机一直能随时监测中共的核潜艇的活动。但是如果这个中共占领台湾的意图得逞的话，美国的第一岛链防卫就破功了，而且呢，美国驻日基地也会面临直接威胁。那美国在反潜艇方面就只能退到第二岛链的关岛。那么共军的飞机和潜艇从台湾出发的话，对关岛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如果走到那一步，美国在中美冷战争当中就陷入高度被动。所以美国对台湾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台湾成为多米诺骨牌当中的第一块骨牌，也同时担心美军对中共核潜艇的防卫能力因为失去第一岛链而大幅度弱化，进而失去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中美冷战当中，美国应对这场冷战的前线到底在哪里？就在台湾，在第一岛链。因为哪里能够有效侦测到对方战略核潜艇的动向，哪里就是美国国防的前线，因为美国的敌人就在大陆上。那么在21世纪的冷战当中，中美双方之间是不是陆地上还有缓冲地带或者有个大洋阻隔，基本上不重要，因为中共的飞弹可以飞1万公里。因此对美国来讲，台湾的重要性不只是价值观上相同的盟友，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伙伴，也是可能发生东亚地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地方。这几点我们都是按照上个世纪这个冷战的传统考量来分析的。那么现在更重要的是说，美国针对中共的国土防卫的前沿已经大大延伸了，美国不得不来对付中共的威胁它的战略核潜艇。所以美国的国防战略现在是要防中共的水下舰艇可能发射常规的飞弹弹头，或者是这个普通常规弹头，或者是核弹头。那美国的国防前沿就在第一岛链，也必须在第一岛链，也只能在第一岛链。那么台湾就在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那么这样来理解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就会明白说为什么台湾不是阿富汗，因为阿富汗对美国来讲无关痛痒，对美国来说，台湾的安危，美国有唇亡齿寒之感。这种感觉，你如果不从冷战的角度，不从核武器对抗的角度，你没办法理解的。那么这就不是台湾自己选择的问题了，是中共把台湾放到了他的冷战方略当中。所以台湾也只能努力自保。现在不光是美国感受到的对台湾的危机可能会让美国唇亡齿寒，还有2个国家有相同的感觉，那就和美国一样感同身受，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澳大利亚。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台海局势非常关心，因为他们和美军考量是一样。